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谍报上部封顶没上线就饱受争议，大批网友抵制，他演就不看。正午阳光，这家因《琅琊榜》与《伪装者》而令国产剧重焕光彩的品牌，几乎成为了品质的象征。谁能预见，当顶级流量明星肖战加盟谍战剧《谍报无边界》时，该在未播出之际便引发广泛热议。女主周雨彤、女主角程潇的角色选择，网民中引发强烈负面反应。社交媒体充斥着诸如果由她来扮演就不会再观看的抗声浪，粉丝群体则采取直接对行动。这部承载提振市场信心厚望的间谍题材剧作，和却舆论焦点把周雨彤的综艺翻车事件抵制情绪爆。要讨论此事件的触发因素，周雨彤无疑处于核心地位，无法忽视其作用。她凭借《大宋少年志》中机敏的赵简与《爱情而已》中温婉的梁友安角色，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虽然她的演技并非业界最高水平，但表现一直稳定可靠。然而，在第6季的《花儿与少年》节目中，她遭遇了舆论的批评。面对男嘉宾侯明昊，他展现出频繁的友好互动与笑容，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待女嘉宾陈好的态度被外界解读为冷淡，甚至在分组活动中表现出过分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直接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反应，有人将他贴上了绿茶和情商低下的标签。有观众直言，他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让我在观看其表演时分心，脑海里不断浮现出他那不自然的眼神。更令人担忧的是，无上线谍报这部间谍剧基于桑芝芝的同名作品，其剧情背景被置于1948年的南京。剧中女主角蓝又因，一个被赋予数学天才遗孀身份的角色，其形象需同时体现清冷的特质与破碎的情感层面。过去，周雨彤的角色常出现在都市剧中扮演轻熟女角色，例如在《爱情而已》中饰演的职业女性，其形象倾向于现代且贴近生活。若硬要她演绎谍战剧中的寡妇角色，观众普遍感到不协调感强烈。有网友吐槽，她的外貌太过现代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似民国时期的谍战剧女主角。其演技也未达到足以让人忽视其独特气质的地步。无输入内容，无需进行改写。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肖战的粉丝揭露了周雨彤过去可能与肖战的批评者互动的负面历史，指责他涉嫌利用热度和不尊重流量明星，这直接引发了针对他的抵制情绪。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喊话，肖战好不容易获得参与正午制作的谍战剧机会，为何会因争议演员的问题而遭受负面影响？这种情感迅速在粉丝社群扩散至大众观众，相关议题随之飙升至热门搜索榜。正当周雨彤的争议尚未消散之际，另一位女演员的选定之举再度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与强烈反响。程潇的资源咖标签。若将周雨彤的争议视为综艺节目失败的结果，那么程潇作为女配角的选角则无异于雪上加霜。作为从偶像行列脱颖而出的艺人，程潇凭借其甜美形象在偶像练习生节目中崭露头角。然而，当她转向演员领域发展时，其表演却屡遭批评与质疑。例如，在古装剧《大梦归离》中，她遭到了批评，指出其表现出的表情显得僵硬无变化，台词念诵如同死记硬背。在与赵丽颖合作的电影《向阳花》中，她的演技也被指摘为仿佛只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人偶。网友毫不留情，在古装剧作品中，她的表演显得较为生硬。而在谍战剧这类对微表情有着极高要求的角色演绎上，她的表现是否能够胜任呢？在谍战剧《谍报无上线》中，对演员的要求极为严苛，特别是围绕地下党员任少白传奇生涯构建的故事线，
每个角色均需展现出精微的情感演绎与复杂的心路历程。程潇以往的演出表现引发了关注，其在处理复杂心理剧情方面的不足之处显而易见。更令网民愤慨的是，程潇背后的乐华娱乐遭指控实施资源硬推策略，此公司先前在与艺人合作项目中泄露宣传资料，此行为已引发肖战粉丝对谍报无上线制作团队保密措施的深切忧虑。有粉丝怒斥正午时分的光线出现了问题，选用此类有争议的艺人实为无奈之举。这问题涉及的是选择合适的演员资源是否匮乏，亦或是资本方强行安排人员介入。这种针对资源咖的批评，直接将程潇的角色选择置于公众的广泛批判之中。自周雨彤与程潇的争议性选择以来，选角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然而，这一系列事件背后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揭示了正午阳光在演员选拔策略上的深层次分歧。正午阳光面临信任问题。正午阳光曾是国产剧集的品质象征，其中《琅琊榜》中的胡歌与《伪装者》中的王凯，皆以其精湛的演技及角色的高度契合而实现了事业的显著提升。在那个时期，挑选角色时强调角色与表演者的完美融合，观众沉浸于剧情之中，完全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演员的个人生活上。然而，近年来，正午的创作屡次激起公众的讨论与争议，小像人家因启用流量明星，而引发观众对其口碑的两极分化，从最初的期待转为最终的失望。相逢时节同样遭遇批评，指责其演员选择不当，严重削弱了原本精彩的剧本。当前谍报无极限选择了周雨彤与程潇参演，这一举动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人直接质疑正午工作室是否开始屈从于流量的影响了。肖战的粉丝群体表现出显著的抵触情感，他们担忧肖战作为一线明星，好不容易争取到与正午阳光合作的谍战剧项目，这本应是其演艺生涯转型、展示演技的关键机会，但若与有争议的演员合作，则可能对剧集的口碑造成负面影响。有粉丝在微博上喊话，若正午剧集欲效仿《伪装者》之成功，应借鉴其精准的演员选拔策略，倾向于启用如张婧仪这般低调却具备扎实演技的实力派演员，而非一味追求在社交媒体上声名鹊起的争议性人物。实际上，观众的不满根源在于对正午阳光抱有的过高的期望值所引发的反弹效应。过往，正午阳光凭借《北平无战事》与《父母爱情》两部作品，成功地证明了其有能力创作兼具深度与市场吸引力的谍战类电视剧。在当前流量经济的洪流中，角色选择似乎成为了商业折中的牺牲对象。一些网友就担心，倘若正午不重视其角色适配的核心理念，恐怕将面临国剧之光声誉受损的风险。这段文本似乎不完整，缺少需要修改的句子，请提供具体的句子以便进行学术化改写。谍影无界的演员选拔争议，仿佛一面镜子，映射出国产剧制作在流量时代面临的挑战。正午阳光试图借助肖战的顶级流量效应提升作品的关注度，这一策略合情合理。但若角色选择缺乏说服力，即便剧本质量上乘，也可能遭受负面影响。周雨彤与程潇之间的纷争，其本质在于公众对于佳作的固有追求，他们渴望的是类似于《伪装者》中扣人心弦的智谋较量，或是《琅琊榜》中触动灵魂的情感交织，而非被热度与争议所裹挟的所谓流量佳作。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